马克·吐温说，如果你懂得使用，金钱是一个好奴仆；如果你不懂得使用，它就变成你的主人。有缘人，今天我们谈谈如何花钱才能让你越花越有钱。在听之前，有财运的人都会先点赞，这样他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我希望你也是那个人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农夫有2个儿子，农夫去世后，留给儿子们每人2两银子和2亩薄田。大儿子白天应付着干活，晚上就用银子买来酒肉吃喝。小儿子白天也下田干活，但是平时特别节约，每天只吃点馒头充饥。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拿来当学费，拜了一个木匠师傅。后来大儿子的银子花光了，仅靠2亩薄田的收成度日，很快就成为穷光蛋。而小儿子因为学会了木匠手艺，农闲时就四处给别人做木匠活。他最后自己开了间木匠铺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兄弟俩明明条件相同，却因花钱方式的不同，导致最终的结局天差的别。发现没有，愚蠢的人喜欢把金钱当作贪图享乐的筹码，只求一时痛快；而聪明的人把金钱当作投资自己的资本，让自己越来越值钱。就像作家和全峰所说，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多少决定他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。很多时候，你赚钱的能力就取决于你怎么花钱。画家常玉年轻时仗着家境殷实，花钱一向大手大脚。在法国留学期间，好友徐悲鸿等人只能进入国立学校学习，他却选择了学费昂贵的私立大茅屋画室。其他人都在勤工俭学时，他整日饮酒作乐，出入各种社交沙龙。他的大部分开支全都用于吃喝娱乐等消费。后来家里突遭变故，生活费骤减，可为了维持贵公子的派头，他照旧花钱如流水。很快他就花光了所有的钱，还欠下一屁股外债，日子过得异常拮据。经济学家凡伯伦提出过一个炫耀性消费的概念。他认为很多人不顾自身条件大肆消费，是为了满足炫耀欲，试图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嫉妒，让自己面子有光。但这种炫耀性消费会一点点蚕食你的金钱，最终让你越过越困顿。博主张兰有个表弟，30来岁，一直在工厂打工。虽说薪资不高，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。可近几年来，表弟一家生活非但没什么起色，甚至还欠下了10多万的外债。原来表弟人很大方，每次一发工资就呼朋唤友去消费，先去饭店吃顿好的，再去 KTV 嗨一晚。在一声声恭维中，1个月挣的钱就这么花去了大半。不仅如此，表弟日常开销还很讲究，浑身上下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名牌，手机更是非最新款不用。为了充面子摆阔，表弟无节制的花钱，最终沦为中年破落户。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太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只追求满足自己的物欲，随意挥霍，结果陷入各种消费陷阱，不断透支财物。财富自由的作者斯坦利说，顺应本能的消费是单向的，它只出不进。人的欲望是无限膨胀的，但财力是有限的。当你拿有限的金钱用来消遣娱乐时，就会沦陷在各种享乐中，一点点滑入贫穷的深渊。多年前，在农村有个叫孙玲的女孩，由于家庭困难，高中毕业后，孙玲就来到深圳一家工厂，成为流水线工人。与其他工友肆意消费不同，
每次发工资他都存了起来。辛辛苦苦工作了1年，他存下了1万元。第2年，他取出8000，为自己报了一个计算机入门课程。此后几年间，他又花了25600元，一部分用于英语学习，一部分用于大学计算机函授课程，还有部分花在了去一线大学的自考学习。他通过花钱自学自考，很快就摆脱厂房，转行做了程序员。2018年，因为想要见识更大的世界，他选择自费赴美读研。学业完成后，他得到了 IBM Systems 公司年薪10万美金的工作，承担与谷歌业务对接的工作。10几年来，他的工资从4000、6000再到1万，直到现在的年薪10万美金。而他的学历也从高中、大专、本科变成了现在的研究生。后来谈到自己的经历，孙玲说：“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既然想学就行动。钱可以再赚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让我有能力和状态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金钱是好仆人，坏主人。只有把钱当成工具，让它为自己服务，不断为自己增值，你才能赚到更多财富。”商业导师徐文说：“钱你花在哪里，人生的高度就在哪里。舍得花钱提升自己大脑的人，和只会花钱吃喝玩乐的人，注定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。”作家张萌是学理工出身，文史哲一向不扎实。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他曾花10几万报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班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报了北大的各种名家课程。别人都不理解，赚钱这么不容易，实在没必要花10几万去学习。只有张萌自己知道，这些金钱投入换来的不仅是开阔的眼界，还有更高维的认知。后来他又报名深圳国际公益研究院，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念。这使得他的思维更加超前，不仅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，也让他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越发深刻。当时网络还是新兴事物，他就敏锐意识到，未来的商业行为必将依托互联网。于是他立即筹措资金，创办公司，建立了在线学习平台。企业快速发展，他资产也迅速上亿。李嘉诚曾在不同场合都讲过一个观点：钱的作用不在于聚敛，而在于使用。深耕能力无人能夺，投资自己获益最多。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，你的价值和收入也会水涨船高。把钱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上，你终会收获高额的回报。媒体人梁爽说：“在花钱上拎得轻轻重缓急，舍得为未来和格局付费，舍得为产出和成长掏钱的人，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。很多时候，你把钱花在哪里，你就会在哪里获得回报。”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1年到头只穿 T 恤、牛仔裤，在物质享受上花费极少，但他却开出高薪聘请私教，帮助自己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。这让他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都有旺盛的精力去应对破局，最终把事业越做越大。比尔·盖茨多年来始终开着2手车，但他从不错过一期《经济学人》。每年他都会掏钱订阅大量期刊，以便了解各种最新资讯。这让他始终能够站在行业前沿，把握市场动态，做出正确决策，带领公司不断腾飞。正是这些投资自我的消费，让他们的财富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。作家金塞拉说：“
会花钱的人都懂得投资自己，把钱花在最能产生新价值的地方。把钱用来提升技能，你会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出色，得到更多机会。把钱用来看书学习，你能输入更多知识，让视野更开阔。比尔·盖茨还说过，巧妙地花一笔钱和赚一笔钱同样困难。很多人以为的会花钱就是擅长对比价格和打折力度，买高性价比的东西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只是消费。以前我也认为省钱很重要，现在我觉得钱只是工具和桥梁。聪明的人巧用钱去解决很多问题，从而提高自己的效率。如果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，就算都花出去一毛不剩，未来也能收回更多的回报。但如果一味地捂住钱包，该花的不花，只是硬抠硬存着，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穷。有些问题是可以我们去探索解决的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。或者说，有些问题靠自己闷头解决，回报比太低，不值当。总有一些问题是你必须要花钱才能解决的。当遇到可以花钱解决问题，还能提高效率的时候，别犹豫。能花小钱办大事的，尤其在自己陌生的领域，尽量不要自己去做，这就是老板思维。在我和合伙人刚开始做项目的时候，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，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，没有头绪，卡住进度，让我们十分头疼。有的时候，一个难点会拖住我们2-3天，只能漫无目的的在网上查阅各种资料，一个一个的找人问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有一天，我在行业群里加上一个代理商，咨询后发现，对方可以帮我们有偿解决现在所遇到的卡点。果然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就看到了效果，我们尝到了花钱的甜头。原来一直困扰了我们这么久的问题，竟然那么容易的就解决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培养起付费解决问题的思维。当然，每次我都会先合计一下我付出的花费和收获的比例，觉得划算的才会去花这笔钱。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，而不是对勤奋的奖赏。努力程度决定一个人的下限，而认知水平决定一个人的上限。认知水平的提高靠的是长期积累，不断的提升和更新自己的认知，拓宽思维的广度，才能保持竞争力。如果你每天只是刷刷手机、看短视频、看娱乐八卦、打游戏，你永远无法成长。人可以适当放松，但不能一直放松。学习是借用他人的智慧来提升自己，例如上网课、进修班、看书等等。花在培养自己赚钱能力上的钱最值得。把钱投资在脖子以上的部分，比你买什么都值。许多专业知识、技能、跨行业的变现逻辑和方法都需要专门去学习，并非通过公开资料能够掌握。就拿工作后考证这件事来说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比较枯燥的，无非是每天都在重复着相似的事情，像螺丝钉一样。大环境不好，企业都在喊着降本增效的口号下，裁员降薪已经成为家常便饭，说不定哪天就被待业了。考证的过程中学到的新技能，不仅可以在你升职加薪时助你一臂之力，还会给你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多选择，带来不一样的精彩。每掌握一项技能，就是为自己多留了一条后路。看过一个帖子，过去1年里，你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？有人花1000多块钱买了加湿器，能装5升水，加湿速度快。
房间湿度提高到了50%，每天醒来嗓子不干了，皮肤也变好了，后悔没有早点买。有人斥巨资买了健身环大冒险体感游戏，怀着一定要玩回本的心态，每天坚持使用锻炼身体。几个月过去，瘦了10多斤，闲置在衣柜里的衣服又重新穿上了。有人花上万元报了冲刺班，考试成功，获得教师的岗位。有人换了新款手机，经常分享自己的做饭视频，获得了不少粉丝。无论是食物还是体验，花的最值的一笔钱，总是会让自己变得比昨天更好一点。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金钱螺旋的概念，他认为把金钱投入在自己最大的兴趣点上，打磨自己的技能、经验，提升赚钱的能力。如此一来，就形成了金钱、兴趣的工作、金钱的螺旋。金钱螺旋不但会让花掉的钱自己流回来，还更容易达成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关系。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，他都一定想过，如果能有更多钱就好了。更多是多少呢？缺乏衡量标准，钱再多都很难幸福。人生最好的状态是金钱和幸福的平衡。不能达成平衡的人，哪怕给他100万、1000万或是更多，也只能得到短暂的满足。能够取得平衡的人，不仅清楚多少钱对自己来说是适量的，还知道如何赚到这笔钱，并且灵活运用自身财富，不过度挥霍，也不一味存钱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·伊斯特林提出过一个伊斯特林悖论。他发现，当人们处在贫困线以下时，收入增加会明显提升幸福感。然而，当年收入达到某个高度之后，就算收入再增加，幸福感也不会有所改变。这个理论提出之后，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·卡内曼对45万美国人进行了一项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幸福的分界线是年收入7.5万美元。年收入在超过7.5万美元之后，随着收入提高带来的幸福感将停止增加。可见，金钱的多寡和幸福感的关系，在收入达到某个高度后，就不会再相互影响了。能够挣脱金钱枷锁的自由人，花钱的方法多是让花出去的钱以增值的方式回到自己身上。区分投资和浪费的方式，就是看花出去的钱是仅能在当下享受，还是未来可能以金钱的形式回报到自己身上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并持续下去，认真投入到兴趣中，让它能够带来收入。通过自身兴趣所得到的报酬，不要用在与自身兴趣不相关的地方，把赚到的钱再投资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，可以磨练技能，提升自己的含金量。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上的金钱螺旋。进入螺旋的关键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，描绘出自己的幸福场景，将一定的金钱投入其中。找出自己的兴趣并非易事，因为这种喜欢不是我喜欢美食，我喜欢宅在家里这种浅层次的喜欢，而是就算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，也不会感到厌倦，愿意为之付出大把金钱的喜欢。这件事会让你产生心流的体验，也就是投入其中的时候，全神贯注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。在你过往的经历中，做哪些事情曾让你进入过心流状态？如果有，你可以将它作为衡量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，或者我有可能喜欢上这件事情的标准。和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，很多人以为心流是因果效应，因为喜欢，所以能全神贯注。事实上，心流体验是需要主动创造的。
就像运动员学习一门项目，也许开始是因为喜欢或者天赋，随着练习的深入，技能越来越纯熟，他也越来越容易拥有无人之境的体验。创造心流的过程，就是认真投入到兴趣中，把兴趣变成技能的过程。他需要有明确的目的，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，能在将时间和金钱集中投入一件事情上，完成一项任务后能够感受到及时的回馈。项目不会太难，也不会过于简单，能够发现活动本身的价值，不会被闲杂人等打扰的环境。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种财富，金钱、房子、车子、学识、家庭，其中知识、经验和技术是最宝贵的，谁也夺不走。虽然钱会越花越少，但知识、经验和技术却会越用越纯熟，越来越能为你创造价值。再分享10个花钱习惯，建议收藏起来，这样用钱你才可以主宰金钱，越花越有钱。1. 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花钱。以前为情绪买过一次单，花1000块买的衣服，在心态平和后货比三家，发现自己买了最贵却不怎么适用的衣服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因为一时的情绪冲动消费。这种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还会让自己忏悔不已。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让钱成为发泄的工具，事后真的会后悔。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花钱，在脑袋清晰的时候花钱，你才不会花冤枉钱。2. 少看花钱的软件或者是朋友圈。在朋友圈里，我总能看到一些特卖，也常常被那些商家的描述所吸引，一看就是1个多小时。但最终买到性价比可以的只是少数，大多数很一般，却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一些无谓的选择上。同样，那些种满各种草的软件，也常常会让人禁不住时不时去浏览，幻想自己拥有它会有怎样的体验和喜悦。能不花钱的时候，就少看那些充满诱惑的 App 和朋友圈。买或不买对生活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，那就少看少买。毕竟一味的花钱并不能改变生活，存下来的钱才能让自己对人生有些许底气。3. 把一部分钱用来投资。偶尔了解一下理财，或者拿一部分钱放在稳定的基金内，每天可以不用特别费力就能多一点收入，也是一份收入呀。4. 把时间和钱多用来投资自己。最近花了40多块买了周佐罗的《学会写作》。在这本写作工具书里，我了解了一个人想要在自媒体写作领域有所收获应该怎么做，而我仍然缺乏一些经验，会漏掉一些小细节。比如我还是不够自律，在平时的积累素材上不够脚踏实地，在工作上没有轻重缓急。这本书解开了我长期困扰的难题，也让我重新收获了方向。言归正传，想在一件事上有所收获，就要适当的为自己投资。投资时间，投资书本，投资高效的工作工具，你才会飞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把时间和钱多用来投资自己，当自己变得足够厉害时，才能挣到你想要挣的钱。5. 买不廉价、合身且能容易搭配的衣服和鞋子。一年四季，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，你会发现花在衣服和鞋子上的钱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一旦在这件事上因为贪图便宜，重蹈覆辙地复购衣服和鞋子，就会大大增加一个人的日常开支。你还会发现，生活中穿着得体的人，常穿的衣服不过就那么几套，也并没有很特别，但总能给人很清新的感觉。在买衣服和鞋子上，
应该更注重他们是不是合适自己，而不是一时花了多少钱。要知道，买一套合适能提高自身气质的衣服，比买几套不经常穿的廉价衣服实用得多，也省钱得多。这一点我在另一个视频中说得很明确了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观看。6去超市只买需要的东西。超市里总有想买却买不完的东西，但很多东西并不是非买不可。带着目的去超市，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钱才会被花在刀刃上。7利用好活动日，买生活常用的必需品。在网购的评论区，常常会有人讨论购买时的价格。同样的物品被不同的顾客买到，却有很大的价钱差别。在一些活动日购物，确实会实惠很多，囤一些生活常用的必需消耗品，能提高幸福感，也能减少一些日常开销。8买能方便生活的东西。有时候买一些能方便生活的东西是能帮我们省钱的。比如买一个壁挂的小号垃圾桶，套上买菜后不要的袋子，就不用花钱买垃圾袋了。比如买一辆电动车，在一段不远不近的路上，就不用花钱花时间等公交了。有些钱不省，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，还能为日常省下一笔钱。9买能提高工作效率的小工具。职场上能在工作中总是很高效的人，也是很容易被提拔的人。花一些小钱在一些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上，是方便自己，也是在不断提升自己。当你的职位晋升了，待遇变高了，那些花钱买的一些助力自己工作的小工具，其实不值一提，实为自己的努力花钱。最近听了一场关于辅导孩子学习的直播课，其中一段话让我特别受启发。有时候把学习当作是一场游戏，不断打手通关，会很有成就感，孩子也会渐渐爱上学习，愿意自己去学了。每次孩子做作业或者是考试，给他设定一个小目标，给予适当的奖励，他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。作为成年人，其实也有相同的道理，给自己一些目标，给努力实现目标的自己一点奖励，不断去通关打兽，就会在艰苦的成长中收获甜分，然后在这条赛道上充满兴趣。生活中有些钱花的是值得的，有些小小的奖励是需要的。叔本华曾说，人最大的愚蠢就是用自己的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。我们为赚钱消耗着时间、体力、人生，又匆匆把钱花出去，继续去赚钱。很多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，钱不是目的，而是工具。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才是赚钱最终的意义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全部听完。过去1年里，你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？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。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